Hello，Hello，大家晚安。好，那今天呢是要来介绍我写的论文，发表到这个 iCRA 2022上面。那题目是叫这个 Flow Supervised。好，我等一下再念好了，因为我们一开始还没有要介绍，就是今天比较特别，就是发表论文的当天。其实，就是说这个学会是已经开始了，但是我们的发表呢还没有开始，就是实际上是今天的半夜才要发表。Hello Honky L 安安，欢迎你来。对，然后呢，这个故事也蛮长的，就是 Hello Lee Josie， 晚安晚安，很期待。好，我们先讲一些其他的事情，就是关于这个学会的事情。Hello Patrick，Hello Kokoro， 安安，大佬没有，这是运气好才通过的。DB Bird 你好，对，我们先来讲一下，就是当初我写这个论文啊，是在我上一家公司。如果大家有跟我之前那个换工作的直播的话，就知道，就是我上一家公司是在做这个自动驾驶。对，然后呢，那时候就开始研究这个 Light Field， 就是你可以就是收集一笔资料之后呢，你用这个 3D 重建的方法，你重建那个场景，然后之后呢就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收集从那个角度看到的照相机的图片，然后就以此你可以就是取得很多种平常没办法取得的图片的资料，就是让你这个 data 的数量就是增加很多。那训练这个神经网络的话，比如说训练这个 object detection 啊，或者是 segmentation， 你就有更多的资料。那彼此相对的话，你的这个精确度就会越高，这样子。主要的目的是这样子。那我就帮我们公司在研究这部分，对。然后那时候，实际上是去年2021年的9月左右，9月还10月，我的那个研究结果就已经差不多了。对，那时候就会想说要投稿哪一个学会比较好。这边也给大家就是介绍一下我们这个 Computer Vision 里面有哪一些比较知名的。对，当然说比较知名的，其实我也是进公司就是要投稿论文之前呢，我才跟我上司就是讨论说要投哪里。因为我实际上我没有读博，我只有读硕士。那读硕士的时候也没有投稿论文，所以那时候对这一块也是一无所知。只有到进到公司要投稿论文的时候，才开始就是慢慢知道说现在就是有哪一些就是很好的学会这样子。对，如果有念博士的话，应该就会比较熟悉，因为就是博士的话，就是你要写很多论文，然后你要到处去发表，然后你最后才会有拿到博士学这样子。对，好，那时候就在想要投哪一个学会。那这边就介绍几个就是比较知名的 Computer Vision， 就是电脑视觉的学会。那第一名当然是这个 CVPR。那这个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就是你看到一篇论文，然后它下面就会写什么 CVPR 几，然后说不定更好的还会有那个 oral 这样子。对，那接下来的话就是这个 New Rips 或者是这个 ICC iCLR， 然后 ICCV 之外还有这个 ECC。 对，反正就是这几个就是排名很前面的。那时候因为我是10月写完，那这些的那个投稿要么就是已经结束了，要么就是还要再等1年，那就没有办法投这些。所以当时能投的我记得有两个，对，当时能投的有2个，就是在10月左右，就是12月1月那时候截止的有2个学会。那一个是叫做这个 BMV， 这边没有出来，查一下另外还是BMV。
那个 British Machine Vision Conference。对，好，一个是这一个，那还有另外一个呢是 3DV， 啊，这边也没有。好，另外一个是这个 3D， 就是 3D 的视觉的一个学会。对，那大家可能很好奇，为什么这两个都不是我最后投的地方？结论是说，就是当时我在选，就是要么不是 BMVC 啊，讲错是 WAC， 有点忘了，太久以前这个东西。这个那时候举办在夏威夷，所以我想说，如果投上的话，还可以去玩。不过那时候就 Corona， 就是新冠肺炎，所以应该也都没有办法到当地去在线上。那当时就是想要么投这个 WACV 或者是 3D。那跟我的上司讨论过后，觉得是这个 3DV 比较接近我的这个研究的内容，所以最后决定投稿这个。但是呢，非常不幸的是，我错过了这个投稿的期限。那时候论文已经写完了，但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公司在放假，对，公司在放假，所以就没有用电脑。我以为说放假回来再投还来得及。结果放假回来，然后我上司就问我：“你投稿了没？”然后我就说：“还没啊，不是那个期限还没到吗？”然后之后上网看一下，发现那个期限已经过，所以就错失了投稿 3DV 这样子。Hello， 樊佑明安安，对，所以呢，结果就是我这两个都没有投。那再下来，对，就是今天的主角就是 ICRA， 对。所以这两个都没投上之后呢，我就转移目标，就是下一个就是 ICRA， 对，然后就因为论文什么都已经写好了，所以就马上就提交上去了。然后呢，经过了，对，这边也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那个论文投稿的流程是怎样，就是比如说你选定了一个学会，霍西弗之所以。希望是这样子，不过有投上就很好。ICRA is better than， 对啊，看刚才那个排名的话是这样没错。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对，论文投稿的这个流程是怎样。就首先呢，你选定了一个学会之后，或者现在都有很多网站，就是你可以就是一览说哪一个学会期限是什么时候。然后你就选离你最近的这样子。好，那选定了以后，你就可以看到它里面有一个网站是 important dates 这样子。可以一次投很多个吗？基本上来说不行。对，他们就是会禁止重复投稿，要不然你两个都上了，你就要有一个就要有一个就要撤回。但是你这样子，他们对你的印象就会不好。所以一般来说都是你投一个，然后结果出来没上，你才会去投下一个这样。对，然后投稿的流程是，就是它有一个 important date， 就是告诉你每一个期限是什么。那首先的话，第一个就是这个我们叫做 contributed paper， 这个就是论文这样子。那它有一个期限，就是在这个期限，然后它有一个网站是那个 Paper Plaza。然后就是到上面去，就是你在写好论文之后，然后要用符合它的格式写好，然后你就投稿到那个网站上，然后就开始等待。那等待到什么时候呢？等待到这个，我们刚刚说这个是 submission 嘛，这个是投稿的时间。那接下来就开始等到这个 notification of paper acceptance 这里。这个地方呢，就是发表说你的论文有没有通过。对，那它基本上就，这个话就是看学会。我的这个 ICRA 呢，它是没有 rebuttal 的，就是它只会告诉你通过还是没通过，就是由他们的评审来决定。对，那如果没通过，那就是没通过；那有通过就是有通过。那像一些比较好的那个学会，比如说 CVPR、ICCV 等等的，他们会有那个 rebuttal， 就是如果今天你的论文在经过他们评审之后呢，他们会区分，就是区分等级，比如说就是1到5，5的话是 strong accept， 就是一定通过。那你可能
如果你今天投到他们评审的结果是可能要么可能可以过，也可能可以不过的话呢，他们就会就是再回复你说你需要，比如说他们想要你再多做一些新的实验，或者是给他们解释一下你这个 paper 当中你可能写的不太清楚的地方，这样子。但那些比较好的学会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系统，就是他们不是看完之后马上决定通过还是不通过，他们会有一次跟你对话的机会，对，就是他们会把他们的 feedback 给你，然后你再对应他们的那个就是他们的评论，你再去对你的论文加以修改，或者是再做新的实验，然后再把最新的结果回传给那个审稿的人，然后他们再由这个结果来决定最终要不要让你通。对，那我的这个 ICRA 呢是没有的，就是投稿一次，那就是得到的答案就是过或者是没过。当然也不只是这样子啦，就是除了过没过之外呢，还有每一个审稿人给你的意见，就是他可能看你的论文有一些看不懂的地方，然后他可能叫你修改，或者是他想要再让你做新的实验。但这些的话就是既然你通过了，他们即使写一些比较不好的评论，那他们还是会让你还是已经让你通过了，所以你即使不修改你的论文也没有关系，就是直接投，就是跟第一版一样的结果直接投出去也是没有关系。但通常就是说在收到这个结果之后呢，你会再根据他们那些审稿人的意见再做一些最后的修改，然后在最后提交这个 submission of final paper 的时候再提交最终结果。对，但就是说这个是不强求的，因为你即使就是已经通过了，你即使不修改，那还是会通过的。好 ，OK， 那这个期间呢，就是在这个投稿完到收到回复之前呢，就是那些审稿人他们在审稿的过程。那其实这个东西呢，他们不是有通常来说是不是固定哪几个人在审稿，他们是会就是由内部的一些就是主办人呢，他们会根据你的投稿的内容，然后他们会去选说跟你做相关内容的人，对，就是跟你做相关内容的一些学者，然后他们会一个一个就是发邮件，就是问那些学者说你要不要来审稿，就是有这篇论文你要不要来帮忙审稿，这样子，这些都是就是自愿型的。对，所以我也有收到，当然是别的学会，这一次的 ICRA 我没有收到，但就是其他的学会我之前也有投过，然后就是有时候就会收到说审稿的那个要求，就是今天有一个人他写了一篇论文，然后我就会收到这个学会的主办人发邮件来给我，问我说要不要审稿。对，那之前的经验是就是他可能做的东西还是跟我的那个专业有一点区别，所以我之前都没有审稿。对，当然就是说如果刚好他那个人做的领域跟你很接近的话，我觉得审稿也算是一个就是蛮不错的体验这样。好 OK， 那通常的话一篇论文会有3个审稿人，对，我的论文的话就是3个审稿人，然后我不知道里面算是多数决还是怎样，不知道。对，但是就是每一个人呢，他会告诉你通不通过，然后就是有他的这个 feedback。好，那最后的话就根据他们的 feedback 呢，在这一个日期当中交最后的结果。好，那提交完之后就没事了，就可以安心的等待这个学会的日期到来。对，好，那对。之前的话，我也是有去过，就是当地。现在的话，就是因为那个新冠肺炎，所以很多学会都改成那个网上。那你就不用任何理由，也不用准备那个海报，你只要先准备好那个 PPT， 准备好影片，然后你就可以，学会开始的时候你就开那个 Zoom， 然后就是有人来你就回答他问题就好。但实际上之前在这个新冠肺炎之前的那个学会的话，通常都是要到当地。比如说这个学会在美国费城啊，就要到美国费城去参加，
这样子。然后参加的话呢，就是这边的话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学会的流程。对，这边的话是投稿的流程已经介绍完了，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学会的流程。对，学会的流程的话，通常呢就是一个学会通常都有3-4天，就是很长。那不是每天都是发表论文这样子。那对新冠肺炎就很多地方都不能去，就只能网上参加。对，然后我有一些同事呢，他们也是网上参加，就是别的学会，然后他们也发表，然后就是网上参加，结果就是说很囧的那个情况就因为那个就是他的房间就是一个一个的嘛，你就是要点进去才会进到那个房间。对，所以他跟我说，就是他发表的那个时候完全没有人来就是完全没有人来听他说，就感觉很难过这样子。明明就发表一篇论文，结果就因为这种事情导致大家都没有人来看他。对，但之前的话就是到当地，所以当地的话就我现在介绍好了。对，就是一开始的话通常都会有一天是专门是给 workshop tutorial 这样子。对，就是这个东西呢，就是会有一些要么是学者啊，要么是企业的人，他们会来就是教大家一些什么软体的使用方法之类的。对，这个的话就比较跟论文什么的没有关系，就只是手动去操作一些软体啊，或者是你听他那个学者发表一些他最近的一些进展这样。iCry is better than 看领域跟主题，其实我也不太熟悉。对，好，那接下来的话，通常的话学会的开幕的话会在第二天。那第二天的话会就是主持人就是来开幕一下，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之前参加的学会就是通常每一天早上一开始就是 oral， 就是有一些比较写的比较好的论文，就是经过他们内部的审查的话会被选到，就是有 oral， 就是他可以上台，就是真正上到台上就是口头发表这样子。对，那口头发表就是真的是论文当中比较厉害的那一群，那他们就会口头发表。然后口头发表之后呢，就是通常就是午休一下，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进入这个 poster 的环节。那 poster 的环节就是大家就是去这个参加之前呢，会每个人先准备好自己的海报，就是这个海报上面就是一张很大的海报，然后上面把你论文的摘要啊什么一些重要的图片贴上去，然后你带着这个海报到那个学会的当场。然后呢，他们会有一个很大的房间，然后就是每个人有一个位置，然后你就在你的位置上面贴海报这样子。然后呢，就会有别人过来，然后这样子就是看你们的海报，然后如果有问题他问你，然后你们就可以进行这个交流。对，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你要真正到现场去，对，像科展一样，就是非常多人的那个科展这样子。对。但就是这个东西，你真的要到现场去，你才有那个感觉，就是真正跟人交流。而且就是那个东西就是一大个场地，所以你随便乱走，你就可以随便跟别人交流，这样子就不会像是什么我同事他就是上网就是自己的一个 Zoom 的一个房间啊，就是一定要那个人很有兴趣他才会点开他如果没兴趣他不点开，他就永远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但是如果是这种很大的场地，你到处逛的话，即使你对什么东西没兴趣，你可能路过看到一眼，可能就听到他在说话，你可能就驻足听他讲一下之类的，这样子就比较好。对，我自己是感觉是这样子啦。好，然后呢，接下来的话，这边的话，我之前参加的学会，它是每一天就是早上 oral， 然后下午是 poster。那这个的话可能也要看学会吧，比如说这个 iCrowd 的话，它下午又有 oral， 然后又有 poster， 然后一直到晚上8、9点才结束。
然后接下来每一天应该都是一模一样，因为就是参加的人很多。那我们刚刚说这个 poster， 你也不是每一天都要去讲解，因为人实在太多了，这个都是轮流的。就比如说你第一天 poster， 那你就第一天你要必须待在你的海报前面跟别人讲，那你就不能乱走动。但是第一天结束之后你就自由了，那接下来的2、3天呢，你就可以自由的去参观别人的这个海报，跟他们交流。好，那这个 ICRA 呢，它其实今年已经变成是要到当地去参加了，就是所以呢，实际如果一切不知道怎么说，如果真的要到当地参加的话，我其实现在已经在美国的费城了，但是为什么我没有去呢？是因为我换工作了。对，我发表这篇论文的时候，是我还在上一家公司工作的时候。但是我4月的时候辞职了，就是换工作换到现在的，所以呢，这个就变成我没有办法以我之前的公司的名义去参加，所以就变成是我的上司要代替我去。我们是2个人一起写的虽然是说论文都是我在写的啦，但他有出一些就是那个idea 上面的帮助，所以他也算是共同作者，所以我们2个人共同写这篇论文，这样子，共同贡献这篇论文，写是我在写。对，那我就不能去了，因为我换工作，所以就变成他要代替我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还安稳的坐在家里直播的原因。要不然的话，就是实际就是要真正到当场。好，那这个学会的部分大概简介就讲到这边。美国现在不太安全是吗？但我看他们现在每个人都到处在嗨因为他们不是说都打完疫苗，要么就是每个人至少都得过1次肺炎了得过1次肺炎没死，他们就觉得没差，反正就一个感冒而已所以现在美国就是超那个的吧，超级自由的，也没有什么管制，也没有人在戴口罩。虽然疫情应该还是没有下去，但就是可能没有那么严重。得病之后 ，Just waiting for your paper introduction。对，我们现在就来开始讲这篇论文吧。好，怎么办呢？我这篇论文的连结有贴在那个影片的介绍栏的地方，大家如果还没有看的话，可以去下面看。好，那这个的话，我其实有录一支影片。还是我先播放这个影片，来跟大家稍微讲解一下吧。对，好，那如果是我，应该会无法入境，可能要打3剂才可以入境。好，对，这一篇论文呢，题目叫做 Flow Supervised Neural Radiance Fields for Static Dynamic Decomposition。那对，也是对于之前的非常红的那个 Neural Radiance Fields 再加一个新的扩充。那我加的扩充是呢，加入了 Flow 的 Supervision。那如果单只是这样子的话，跟之前介绍那个 Neural Scene Flow Fields 差不多，但是实际有什么不一样呢？实际我在加入 Flow 之后呢，我可以实现到 Static Dynamic Decomposition， 就是我可以把静态的东西跟动态的东西，把这2个东西做一个完全的区别，这样子，我可以把2个东西完全的分离，然后在 render 的时候实现我想要的操作。那实际上是怎么实现的呢？我们就看这边，先来看这个影片吧。好 ，OK， 那对，因为我之前是在自动驾驶的业界工作，所以我这一次呢使用的实验资料呢是自动驾驶的场景。那我们实际上呢是在一台车上呢，我们搭载了18台照相机，就是总共有6×3 18台照相机，然后全部都看向前面，但是它们的位置呢会有些许的区别。对，
所以呢，实际上拍到的相片是长这样子的6×3。然后呢，我们是这个场景呢当中呢是会有移动的物体，比如说这台车，那也会有静止的物体。对，是像 Live Field Capture 是一样的。好，那我再播放一次。这个右下角呢是我们实际取得的资料集当中的一部分，就像这样子。对，这除了车子在对面的车子在动之外呢，我们的自己的车子也是在往前行驶的。好，那我们的目的呢，就是想要重建这一个场景，然后生成新的视角。那这个部分的话是跟 Nerf 的目的是一样的。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另外一个目的呢是想要把静态的跟动态的物体呢做一个分离。好，这边因为我影片里面在讲话，所以播放的比较久，我慢慢等一下。好，这边我再介绍它的就是相关的一些之前的工作啊，之前的工作呢，其中有一个是这个 Nerf in the Wild。那 Nerf in the Wild， 我忘记我讲什么在影片哦。对 ，Nerf in the Wild 的话呢，它是因为每一张照片呢，它都是独立拍摄的，就是说，比如说上面这一张照片，那这个建筑物它是固定的，那人是会动的。但是呢，因为这一张照片呢，它只有在那一刻拍了这一张照片，所以呢，我们没有这一个场景在另外一个视角的图片，就是说，在另外一张图片呢，这些人呢已经不复存在了。所以呢，在 Nerf in the Wild 里面，他们是采取把这些人做一个无视的一个操作，对，他们是把这些人就是无视，他们只重建背后的这个建筑物。所以得到的结果呢，它背后的建筑物可以很好的重建，但是前面这些会移动的人，他们是就是最后重建出来的结果就是非常模糊。好，那另外一个部分，另外一个就是相关的工作是这个我之前也有介绍过的 Neural Scene Flow Fields。那这个工作的话呢，它是同时可以很好的重建背景以及在这个移动的物体，但是呢，它有一个缺陷，就是它虽然两个东西都非常好的重建了，但是它没有办法把它们正确的分离。也就是如果我今天想要，比如说这一台货车，它实际上是往左开的，那如果我今天想要把这一台货车完全的去除，我只想要看到后面的背景的话，那会是怎么样的呢？如果我做这件事的话，也就是我把这个神经网络当中就是处理这个移动物体的那部分就是去掉的话，那最后 render 出来的这个背景会是长这个样子的。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说，这个货车虽然不见了，但是它的这个就是货车在的那个地方啊，或者是甚至前面的这些地面都会变得一团糟，这样子。对，所以这边的话就是举出了两个就是类似的工作，但他们都各有他们的不足之处。那 Nerf in the Wild 的是它没有办法很好的重建移动物体，那另外一方面 Neural Scene Flow Fields 呢，是它没有办法很好的区分background 跟 foreground 这样子。好， How about D-Nerf Nerf Face 那两个方法的话，目前都是就是只有对应在小物体了，就是我等一下可以介绍一下给大家看。他们目前的话只有对应到小物体而已，但是像这种大规模的场景的重建的话，他们的实验里面是没有做到的。好，好，稍微等一下。好，那接下来的话是在介绍这个我的提案的方法。那前面这个部分呢，其实就跟 Neural Scene Flow Fields 跟 Nerf in the Wild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大家看这张图可能已经看到腻了，就是我们要
计算出一个照相机它的图片当中的一个像素的话呢，我们是通过那个像素呢，我们先画出一条射线，然后在这个射线上面呢放很多个采样点，然后对于这些采样点呢，我们准备2个不同的 network， 一个是 static， 一个是 dynamic。那这个部分是跟 Neural SymFlow Fields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那有这2个东西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对于每一个点呢都计算它的就是 static 的 RGB 跟 sigma， 还有 dynamic 的 RGB 跟 sigma， 我们把2个东西都分别计算出来，这样子。对，那 dynamic 的部分呢，除了这个 RGB 跟 sigma 之外呢，我们还加入了它的这个 SymFlow， 就是每一个点它的移动的距离跟方向这样子。那这个部分呢是跟 Nerving 了Neural SymFlow Fields 是一样的。那如果还不熟的话，可以回去看一下之前的直播。OK， 那我们最后 render 的话也是一样，用 Volume Rendering 把这些所有的采样点呢都做一个加权平均，然后得到最后的这个颜色。好 ，OK， 那接下来的部分呢就是实际上论文就是提出的新的方法。对，刚才那部分就是跟 Neural SymFlow Fields 或跟 Nerving 的 While 是一样的。那这边的话是我提出新的方法，然后来做到我刚才说的第2个目的，也就是要分离这个静态跟动态的物体这样子。好，那实际这个东西是怎么做到的呢？在上一个部分，我们说上一个这个上一张投影片这里，我们有这个 dynamic 的 network。对，那 dynamic network 呢，它对于每一个点呢都预测出它的这个 SymFlow， 就是这个点呢它下一刻会往哪边移动，或者是它上一刻往哪边移动，这2个方向。好，那有了这2个东西之后呢，我就可以利用这一个来知道说这个物体到底是背景还是前景，就是它到底是不是会动的。这个想法就非常的直观。如果今天是一个会动的物体的话，那它的这个 SymFlow 应该会比较大。那相反的，如果是静态的那些背景，比如说一棵树啊，一道墙，那它们很明显的，它们就不会有任何的 SymFlow， 因为它们就是固定在那个地方。那我就可以利用这个 SymFlow 的大小来判断出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会动的还是不会动的。那我们就可以把这2个东西做区分，这样。好，那这边的话就是在解释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有它刚才那个神经网络预测出来的 forward 跟 backward 的 SymFlow， 就是这个箭头是它到下一个时刻它的移动方向，那这个是到它上一个时刻它的移动方向。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利用这2个的大小，实际论文我是把2个加起来，然后把2个加起来之后呢，再用一个 threshold。这个东西也是，这个东西目前是对于每个 Sim 我都是手动调整一个啦，就是先决定一个 threshold， 然后呢，再判断说，如果这个它的 flow 的大小如果小于这个 threshold 的话，那这个点呢，我们把它判断为静态。那判断为静态之后呢，我就把那一个点的 sigma d， 我们刚才说这个每一个点我们都预测它的sigma s 跟 sigma d， 就是它的静止的密度跟动态的密度。对，那如果今天呢，我们这个点利用这个方法判断为静态的话，那我们就把它动态的那个密度最小化。对，最小化之后，那个点呢就必须由这个静态的神经网络来重建。那接下来的话，前提相机没有动吗？没有，我们这里的实验是相机跟物体都有在动，但是这个预测出来的 SymFlow 呢是在 3D 的位置当中是绝对的，它跟那个相机的位置没有关系。对，Robin 问的问题 ，How do you estimate the SymFlow？我们就是这个论文大部分是参考那个 Neural SymFlow Fields， 所以没错。对，
我是 Scene Flow 呢，是有一部分是用到 Optical Flow， 就是我们强制说 3D 预测出来的 Scene Flow， 它投影到图片当中呢，会跟2D 预测出来的 Scene Flow 是一致的，这样子。有用到这个 Prior， 对，跟之前介绍过的那个 Neural Scene Flow Field 是在那个部分是一样的。好，那接下来呢是实验结果的部分。那实际上我新的提案就这一个啦，就是用这个训练出来的 Scene Flow 大小来做这个静态跟动态的分别。好，那接下来是实验结果的部分。首先呢，我这个实验呢，应该说我的训练呢分成2步进行。那首先第一步呢，我是没有训练 flow， 就是我们刚才说这个神经网络有这么多个需要预测的东西。那我实际我是分成2个步骤。我第一个步骤呢是去掉这个 Scene Flow， 只训练上面这些 RGB Sigma S 还有 Sigma D， 只训练这几个东西。那因为呢，这边要注意的是，因为为什么我可以去掉 Flow 也可以做训练，是因为我们有18台照相机。这边是一个我们的资料集比较强的地方，就是我们有同一个时刻的 Multi View。对，如果是单眼的话，应该是就不能这样做了。但因为我们这一次收集到的资料是我有同一个时刻的18张照片，所以我可以先利用这同一个时刻的18张照片，大致推算出这个场景的这个构造。我这边的话还不需要用到 Flow。OK， 那这个是我的第一个 stage 的训练。好。那接下来的话，这边给大家看一下第一个 stage 训练出来的结果是怎样的。好，camera parameter 是 CoMap 没错，对，那个时候还没有出来太多就是不用 CoMap 也可以训练的方法，大家基本上还是都先用 CoMap， 就是计算出照相机的位置，然后才去计。对，所以我也不例外。好，但因为我们有18台，所以 CoMap 它虽然计算时间会比较久，但它的精确度还算蛮高的。好，那第一个 stage 训练出来的结果是长这样子。OK， 那左边这个地方呢是重建出来的结果。那这个是我家附近，刚好我们的公司就在我家附近，然后那时候收集资料有一部分是在我家附近收集。对，好。那这个是重建出来的结果，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个重建出来的结果已经算不错了，就是动态的物体啊，或者是这些背景都算重建的效果蛮好的。好，那重点是在右边这2个部分。那中间的话，我是把那个 dynamicness， 这个是就是每一个像素我把它是动的物体或是静态的物体2个东西。做一个可视化。那如果是动态的物体的话，那颜色会趋近于白色；那如果是静态物体的话，那颜色会趋近于黑色。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结果是，这个神经网络基本上预测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动态的，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说，基本上所有的像素都是白色的。对，那它就是神经网络预测出所有的东西几乎都是动态的。那因为结果是这样子，所以如果我们把动态的物体去掉，只把这个背景画出来的话，那结果是长右边这个样子。所以我们把这些动态的物体都去掉之后，最后只剩下一个非常奇怪的构造。那大家就可以看到说，如果我们不把这个 flow 加进去训练，只训练这个重建的话，那重建的效果当然是非常好，没话说。但是这个静态跟动态的分离就非常糟。好，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dvBird 现在有计算 intrinsic 和 extrinsic， 有啊 ，CoMap 就是啊。然后如果你说的是跟这个神经网络一起训练的话，也有。这个的话，那我在这边跟你说好了，就是之前可能有稍微提到过一下，就是 nerf minus 或者是 barf 或者是 garf。那这个的话，等一下如果有时间再跟你详细说一下。现在的话，我大概知道的就这3个方法。
Can I fix the range of values during training? 现在的话训练 nerf 的话，基本上都是把每个像素的颜色先除以255。对，原本的话是0到255，那我们把每一个像素都除以255之后变成0到1，然后我们再在这个浮点数的范围去进行这个训练。那这边的 loss 都是那个 mean square loss， 就是最小化神经网络预测出来的这个 RGB 跟实际的 RGB 的最小平方差这样子。对对 ，Robin 说的 nerf minus minus 是其中一个。那还有 barf 跟 garf。好，我先打给你。Hello New BGG 安安。这是2个不同论文。好，那回到我的论文这边。就是第一个 stage 训练出来的结果是重建很好，但是分离的效果很差。OK， 那接下来呢就进入到论文提案的第2个 training stage 里面，第2个训练的阶段。好，那第2个训练阶段呢，我们在第1个训练阶段的结果为基础。就是我们训练出来会有一个神经网络的权重，我们把这个保存下来。然后第2个阶段呢，我们就首先读取上一个阶段训练出来这个权重。那接下来呢，在这个阶段呢，我们把这个刚才就是省略掉的这个 flow 加到这个训练的对象里面。OK， 那我们就新训练这个 flow， 然后有了这个 flow 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用刚才提案的方法，就是看这个 flow 的大小。然后如果它太小的话，我们就如果这个 flow 够小的话，我们就把它的这个 dynamic 的 density 最小化，以此达到这个静态跟动态物体区别的分离的这个效果。好，那经过了这个第2阶段的训练之后，大家可以看到说，现在这个同样这个重建的效果是一样好的，跟上一个阶段看起来差不多，但是呢。重点是在右边这2张图。首先中间这张图呢，是每一个像素我们都一样计算出这个像素是移动还是静止的。那大家可以看到说，这边的话非常厉害，它已经可以把即使是这个骑着自行车的人啊，或者是这些行人，它都可以很好的把它们区别出来。那更厉害的是，我在看这个影片当中发现到的是，就是实验当中发现到的是，除了这种人眼可以比较容易辨识的物体之外呢，它连这个影子都可以成功的把它从动态的物体当中，把它当作训练出来成为动态的物体。对，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说 background 这边原本这里其实是有一道阳光的嘛，但这边的话是因为这个骑自行车的人骑过来了，所以这边才变成黑色的。这个东西是这个人的影子，对。所以实际上这个东西呢，也要算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那这个神经网络在训练过后，竟然可以很好的把这个影子的地方也成功的让它训练为动态的，这算是让我比较惊讶的一部分。对，好，那右边呢，这里则是这个背景的部分。那背景的部分就很简单，我们是在 3D 的这个 volume rendering 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把有一些点。如果动态的那个，如果我们把它判定为动态的话，我们就把它从这个 volume rendering 的对象当中拿掉。所以最后呢，我们如果只画出背景的话，我们是可以去掉人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人后面是长怎么样子。所以结果是像这一张图一样，就是很好的把这个人都去掉了，而且背景看起来也没有任何的不协调的感觉。就是看起来就真的是一条没有人的道路。I want to make sure again, did you use neural inflow fields? Yes, I use exactly the same. Well, not exactly the same. 这边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啦。大部分是一样的，但就是 neural inflow fields 它就是如果你看它论文看仔细一点的话，它在这个预测的地方，它有预测一些就是那个 occlusion， 那我是把 occlusion 也拿掉了，然后在这个
就是把两个东西加在一起的部分，它原本 Neural Scene Flow Fields 里面有一个，就是它在 static 地方，它预测了一个叫 blending weight 的东西，就是它用这个 blending weight 把这个 sigma s 跟 sigma d 做一个组合。但我实验里面发现说，这个 blending weight 反而会让这个结果更差，所以我把这个 blending weight 去掉，然后这个 sigma s 跟 sigma d 组合的方式，我是采用 nerf in the wild 的方式，把它们两个就是组合在一起这样子。对，所以你说是不是用 Neural Scene Flow Fields 的话，大部分的这个神经网络的结构是一样的，但是 render 的部分不一样。render 的部分我去掉了那个 blending weight， 然后也去掉了那个 occlusion 的 prediction 的部分。这两点是就是主要的区别。然后其中那个去掉 blending weight 的方法呢，让这个重建的精确度又提高了蛮多。好，对，我已经用中文回答了。好 ，OK， 那最后这边的话就是经过了2个阶段的训练之后呢，我们既可以达到很好的重建效果，又可以把这个动态的物体跟静态的物体做分离。啊，这就是这篇论文的，就是最终结果啦。其实就是这样子一个很简单的想法而已。就是训练 flow， 然后用 flow 呢来把这个静态跟动态做一个区别。好，那最后再给大家看一下其他的结果，看一下这里还有没有其他的结果。好，实际的话，我是就是总共创了5个场景，因为大家知道，如果有用 CoMap 的话，就我刚才也说过，就是一个场景虽然它重建的效果，就是那个照相机位置重建的效果是还不错的，因为有18台照相机，但就因为有18台照相机，所以运算的时间也乘以18倍了。对，所以每一个场景你要跑 CoMap 都要最长的，我记得一个场景跑了1整天的 CoMap， 所以我实际就没有做太多，因为时间太久要等待，好烦。对。然后要训练的话，这个训练实际的时间也算是蛮长的，对，因为总共有18台照相机，然后每一个场景的话，大概最短的是20 frame 左右，20帧，那最长的有到80帧。那我们以最长来说的话，就是18台照相机，然后再乘以80帧，然后再乘以每一个像素，就是像素的个数。这样子算起来的话，大概有几千万个像素，全部加起来的话，对，所以我实际上即使我用8台 GPU， 8张 GPU 去训练，也全部训练大概要2天的时间，对，训练起来也是蛮久。然后那时候 debug 也要花很久的时间，因为训练一次就要很久。对，感觉自动驾驶的场景，对啊。就是现在我这个还算小的，因为即使最长也只有80帧而已。如果之前的那个介绍那个 Block Nerf， 对，那个才算真的超级大。如果有一台车在相机面前等速前进，对 Lee Josie 说到一个非常难的 case。我这边的话，实际的话大部分都是像这种就是对象的啦。就是这个是对象，这个也是对象，那这边的话也是对象，那这边的话都是人。那实际的话只有最后一个场景，这个算是最难的，因为它除了就是有对象，然后还有跟我同一条车线上的车，然后还有一大堆行人，这个场景是最难的。那这里面的话，就是这一台车它其实是就是它是在我们前面前进，那它的速度呢是比我们快一点，那这个情况还算可以，但其实是失败，已经算是有一点失败了。所以 Lee Josie 说的那一种，如果真的有一台车在我们前面等速前进的话，那应该是比较不行的。对，因为那样即使是 flow 也判断不出来它到底是有没有在前进。好。How many cameras can be calibrated? 哦，
Robin 问的那个，我在这边的话是所有的都可以成功的 calibrated，因为这边也算是人工智慧，工人智慧吧，因为就是 CoMap 它是有 GUI 的就是我看那个 GUI， 我就可以判断说，哦，这个场景是否有正确的重建。那如果没有正确重建的话，我就再跑一次。所以就是工人智慧的部分，我就是如果它 CoMap 重建失败的话，我就再跑一次，直到跑到全部都成功，就是18台照相机乘以所有每一帧都成功，我才结束。对，所以那个也花了一段时间。那还有一些场景是不管怎样都失败，那我就把那些场景排除。对对对，其实实验除了这些之外，我还收集了一些其他的场景，但有一些场景就是 CoMap 失败，那我就把它排除掉。对啊，所以这个 Nerf 的研究，首先前提还是 CoMap 的那个照相机的位置重建必须要先成功，才可以进行下一步。运算量好大，对啊对啊，这训练8台 GPU 训练2天，但也还可以啦。Nerf 的话，他们是用 TPU 训练，那他们也是很多场景都要训练好几天的。穷学生没办法训练起来啊，对啊，如果只有你自己的电脑的话，你看我8台要2天，那1台的话至少就要16天以上，没有办法训练那么久。Real Human Intelligence， 对啊。好，那这边给大家看的就是实际实验当中使用的5个场景。那这边的话，应该首先给大家看的是 Novel View Synthesis， 就是像 Nerf 一样做那个螺旋状的轨迹。原本的场景都是车子就是笔直往前开的嘛。那这边的话是训练完之后，我们可以做这个螺旋状的场景，螺旋状的视角。好像用这个看会有一点卡。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比较稀奇的部分给大家讲解一下。哦，对，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每一个场景好了。这边的话5个嘛，那我是按照那个难易度来排序的。是1、2、3、4、5，就是从简单到难。那1的话是只有这一台车，那它目标很大，然后它是往这边开。那2号的话也是一样，只有一台车，那它是比较小，然后它是往这边开。那3号的话是这边有一台骑自行车的人，那他是往前骑。然后这边有2台车，其中一台左边这一台呢，它是往这边开，那右边这一台是静止。然后还有一个骑脚踏车的人，他是往这边骑。OK， 那4号场景呢是有很多个行人，然后还有最后有一个骑自行车的人会骑过来。然后最后一个场景呢就是非常混乱，就是对面有很多车，我们这边也有很多车，然后四周有一大堆人在走来走去。对，好，再播放一次，然后找一下有没有比较有趣的地方。看起来都还好。好，那就这个任意试点大概就结果是这样子，看起来还 OK， 但就是如果真的要鸡蛋里挑骨头的话，其实还是有地方可以就是挑的啦。就是像这种车子，如果它们都很大的话，那其实上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你要注意那种比较小的那种材质的话，你仔细看可以发现说，比如说这个计程车，它其实是就是车门上面是有一些字的，然后这车子前面也会有车牌号码，但是就是说重建出来的结果，那些字啊、车牌号码都会糊掉，就是你大概只能看到有一台车在那里，但是你不知道它上面的图案会变成怎么样子。对，就是重建出来的结果的弱点大概就是这样子啦。我自己看这些影片觉得的那个弱点这样子。If someone stops you in the camera for some time， 对，Robin 也提出一个这个方法
没有 cover 到的一个弱点。对，就是说我这边的话训练当中是以那个 Scene Flow 来做训练的那个对象，所以它这个 Scene Flow 必须要保证它就是一个是实际从头到尾都有在动的。但像 Robin 说的那种，就是比如说有一个人或一台车，它可能一开始是静止的，但它某一个时刻突然发动了，或突然往前走了，那种情况呢，可能我的这个方法就没有办法把它 classify 成 dynamic， 因为它有一部分时间是静止的。Hello， 天选安安2倍速赶上了，好，对。那这个部分的话，Robin 说的那个，之前我还有读到一篇论文叫做 Neural Trajectory Fields， 就是他把这个 Scene Flow 延长到 Scene Flow 这个方法呢，就是延伸到这个 sequence 的全部，就是它不只是预测出一个点，它到上一帧跟到下一帧的这个 Scene Flow， 它是预测这一个点在整个 sequence 当中它的轨迹是怎样的。那如果有了这个点它所有的轨迹的话，那我们应该就可以利用这些轨迹，然后可能还要再加上一些 heuristics 啦，就是来判断出这个点到底是不是有在动这样。3D 结构训练出来是对的吗？对，这我们等一下最后会给你看，最后会给大家看一下训练出来的其他东西。这边的话是只有给大家看 RGB 的这个影像，但等一下还会有更多好料的。好像也没有太多，快结束了。因为这个影片呢，它只给我们4分钟的这个长度限制。其实我还有更多的内容，但没有时间录进去了。长度已经达到最长了。其实还有很多，因为有5个场景嘛，还有每个场景除了 RGB 之外，还有这个就是 Static Dynamic Decomposition， 这个也算是我论文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训练出来之后，我真的可以把静态的物体跟动态的物体做区别。好，那这边先给大家看其中一个场景，是刚才那个第2号场景。Hello， 静云晚安晚安。我们这边已经在分享最后训练出来的结果了，就是我们的这个场景呢，我们可以把它除了重建之外，可以把它的静态跟动态分开。好，那左上角这边是只有静态的东西，右边的话是只有动态的东西。OK， 都好多，等一下可以回去补档。对，然后最下面的话是把2个东西加在一起。那这个加在一起不单纯是直接图片相加哦，而是要考虑到它的那个 3D 结构。考虑到 3D 结构之后，然后用那个 volume rendering 把它加在一起，是下面的结果。OK， 那这边的话也播放一下影片。那影片的话一样也是会那个就是螺旋状的旋转。大家可以看到说，就是每一帧呢都很正确的把这个静态的车子跟静态的背景跟动态的车子做一个分离。OK， 对，然后这边也可以看得出来说，我的这篇论文呢，它因为正常来说的话，你们可能会想到说，我们可以用 semantic segmentation， 对，我们可以用那个 semantic segmentation 或者是 instance segmentation， 把那个人啊，这车子可能会动的这些物体，先用那个方法把它抓出来之后再把它去掉之类的。但我的这个方法里面完全没有用到 segmentation， 我是只有用到这个光流跟 scene flow， 我是完全用这个 flow 的方法把静态跟动态区分的。对，而且对，刚刚那个 Mike 说到连光影都有顾到，没错，刚才那个骑自行车的人也是一样。那这边的话也是一样，就是这一台车它其实是有影子的，就是前面这一块。那我也可以很正确的，就是这个移动的物体除了车子以外，那车子造成的影子它其实也会动的。那我的方法也可以很正确的把这个影子完全的分离出来，而且分离出来之后呢，它那个影子的部分会就是真的完全消失，然后变成这个路面这样子。好，Kokoro 说像 Neural Synthesis Fields 一样做 Novel Time 有办法，对，做的方法也是一模一样的啦，就是
forward， 然后 backward， 然后用那个什么啊，忘记那个名称了 ，splat， 等一下那个叫什么啊？然后等一下查一下，就是 splatting， 然后把那个每一个点往前泼洒之后，再把它加在一起。我也是有实做这个部分的，对，但是只是我这边没有秀出来而已，因为那个东西不是这篇论文主要的 contribution。有点好奇是怎么渲染出被动态物体挡住的地方。这个的话，就是因为这个车子是会动的，知道吗？就是说这一台车子呢，它是这样子往这边开的，所以呢，比如说在这一帧呢，它是被挡住了，在这一帧后面的地方是被这一台车挡住了。但是当我们前进之后呢，这台车往这边走，我们往前面走，所以在其他的帧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后面是长什么样子的。所以在这后面的物体呢，是由其他帧的资讯去进行重建的。对，然后我们又知道那边是静态的，所以那个东西我们知道，不管你的车子是在哪里，那个背后的这个草丛是永远不会变的，这样子。之前用 Optical Flow 就有感受到亮度哦，对，你可能那个照相机亮度跟它训练的时候用的亮度不一样，你可能结果就不会很好。我这边训练的场景都算是蛮好的，对，都是白天啊，然后也没有什么特别奇怪的那个光影的变化。好，然后对，这个是其中的一个场景，就是我们可以把车子跟它的影子完全的分离，然后这边只画出静态的部分，然后这边是把两个加在一起。好，那这是另外一个场景。那刚才的第3号场景就是这边的车子它是停止的，那其他的这个自行车啊车子跟另外一台骑自行车的人，他们3个是会动的。OK， 那一样做静态跟动态分离。那这边的话有一些比较失败的地方，就是前面这个不知道怎么叫这个杆子它实际上应该是静态，但它却被分类为动态的。好，那失败的部分就这里，其他的部分就是很正确的被分离这样子。然后我们一样看一下这个东西。OK， 好，刚才那个话好像比较短，没什么好看的。好，然后最后的话，刚才那个建新问到 3D 结构，那这边就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训练出来的其他结果。就是说我们除了有那个 RGB 的影像之外呢，我们跟 NERF 一样，我们可以把每一个射线它的深度呢都画出来。然后我们还有这个 3D 的 Scene Flow， 我们也可以把 Scene Flow 投影到 2D， 然后画出这个 Optical Flow。 OK， 那这边的话就是其中2个场景的结果。那左边这边是 Depth， 那红色的是离我们比较近的，那蓝色是离我们比较远的。 OK， 那这边的话我就播放一次给大家看吧。就是实际训练出来的 Depth 也是非常，就是至少视觉上是非常完美的啦。就是除了远近是正确的以外，那结果也是非常平滑的。那我实际有看到很多那个其他 NERF 的方法，他们都是就是训练出来的 depth 没有那么的好，虽然可能远近看起来差不多，但他们的效果是没有到太平滑的。但我的效果还算是就是非常平滑，那这也可能是多亏了有18台照相机。好，那左下角是比较复杂的这个场景，有很多个人，然后周围的这些建筑物啊也是就是构造复杂，但是训练出来这个深度就是看起来就是很完美，既平滑，然后那个远近也是非常的好。我当时看到这个 depth 就觉得这个效果真的是好。I'm wondering Robin Lee 问的那个问题，我的算
full reconstruction 跟 background only 的这个 code 呢，是有在我的 Neural SceneFlow Fields 的那个 GitHub 里面。算法其实是回到这里来好了，因为我们在算像素颜色的时候，我们不是有每一个点的静态的颜色跟 sigma， 还有动态颜色跟 sigma 嘛？对，那我们如果要画出整张就是包含静态跟动态的物体的话，我们就把这两个东西用 volume rendering， sigma 先加起来，然后把它们 volume rendering 画出来。那如果是只要 background 的话，我就把这个 dynamic 完全就是省略掉，就是变成是类似说原本的 nerf 一样，只有这个 static 的部分，然后再做一次 render。所以实际上是 inference 的话是做一次就好，然后 render 是做2次，没错。这个 depth 是怎么算出来的？所以我们不是每一个点，它最后算出来每一个点，就是这个每一个采样点，我们用它的这个 sigma， 最后会算出它的一个权重吗？然后我们用这个权重，然后再乘以这一个点跟照相机之间的距离，然后再做一个加权平均，就可以算出刚才那个深度。这个depth 的算法跟原本的 nerf 也是一模一样的。训练最刺激永远是 visualize 的时候，实际自驾车要看吧。Tesla 就很多个，8个。对，实际的话 ，Google 的话忘记几个嘞，5，至少应该有6个吧。那除了这些之外呢，有一些公司还会加一些 LiDAR 等等。我的 Scene 不是 unbounded 的，我的这个东西呢，我是跟原本的 Nerf 一样，把全部这个 Frostum 里面的东西压缩到一个 NDC， 所以我没有用到其他的这些 MIP Nerf++ 的方法。对，这也算是一个之后可能需要，如果要再把这些精确度提高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那些方法。对，我现在用的就是 NDC 而已，没有用到其他的。好，那最后的话就是给大家看一下 depth， 然后右边这个是 optical flow。optical flow 的话，看起来也是不错的，就是这个红色的像素呢，它是往右下角移动，然后绿色像素是往左下角移动，所以单纯看可能看不太出来有什么好啦，但是就是这些车子啊，它很明显就是移动的速度跟它周围的这些环境不一样，所以它的颜色呢会就是比较深，然后跟其他的这个像素呢，它是有一个很明显的边缘存在这样子。我觉得最厉害的还是看这个 depth 的时候啦，对，而且就是我这个自动场景的话，自动驾驶场景的话是在室外，所以呢，室外的话有一个对比室内比较难的地方，就是它天空的这些像素呢，它的距离是无限远的。但是呢，目前的话，这些如果你没有加上一些regularization 的话，你的预测出来的这些天空呢，它是并不会是无限远的，它会预测出来在一个很奇怪的位置。那你如果 visualize depth 的话，你就会看到很奇怪的颜色在这边。对，那我这里的话是用一些方法把它 depth 呢强制用到无限远，所以它看起来才会是这样子的深蓝色。然后室内的话就没有这个奇怪的问题，室内的话所有的 depth 都是有限的。好，然后最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最后的这个影片。depth 的 output 是单 channel。depth 的话，我们会用一个着色的方法，就是 depth 算出来的话，它会有最近的点跟最远的点。然后呢，我是把最近的点，就是把它们正规化到0跟1，就是线性的。最近的点我就把它缩放到0，然后最远的点缩放到1，然后缩放完之后呢，再把这些值呢用 color map 的方法把它对应到颜色。那这个 color map 我可能之前也有说过，
就是之前直播的时候，就是我现在用的这个 Color Map 是这个 Jet， 叫做 JET 的方法，可以查一下这个 OpenCV 的 Color Map 这个东西。那它有很多个，那它下面就有每一个颜色每一个 Color Map 它的颜色的这个分布。那比如说我用的是 Jet， 就是最近的点它是红色，那最远的点它是蓝色。当然你也可以相反，最远的是红色，最近的是蓝色这样子。那它是有一个这样子的变化。那我之前也有介绍过这个 Google 发表的一个文章吧。然后他说用 Jet 的话，看起来就是这个黄色的地方跟水蓝色的地方看起来就会比较突兀。那他们提出了一个新的 Color Map， 叫做这个 Turbo。那 Turbo 的话看起来就比较连续，那可能视觉效果就会比较好。对，当然我当时的 code， 那我现在也是啦，现在 GitHub 上面那些都还是用 Jet。大家如果想要 visualize 的更好的话，就可以用这个 Turbo 这个东西。那还有一些比较常用的就是那些 Mono Depth， 他们比较常用的是这个 Magma 或者是这个 Plasma， 大家都可以稍微知道一下。对，因为我当时其实第一眼看，之前在学那个 Mono Depth， 就2-3年前的时候，第一眼看，发现好酷哦，为什么它的图片是黄色变成紫色的？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个是什么，那后来去查才发现这个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刚才这个 Plasma。对，现在跟大家说，大家以后看到这种紫色、黄色，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是用 Plasma 画出来。好，那刚才还有，cannot look vertical to your。哦，对对对 ，Robin Lee 说的没错，对，我们现在就是所有的，就我们车子是往前开的嘛，所以所有的东西呢都会处在这样子的一个视锥里面，对，所以我们是把这个东西用 NDC 的方法把它投影到一个正方体里面。对 ，Robin 说的方法是我们顶多我实际可以就是做出很多不同的视角啦，但这些视角也是有限制的，所以我可以做这样子的，可能稍微往旁边看一点的，但是就是像他说的，我没有办法做出这样子的，这样子的视角是做不出来的。这个好浅哦。对对对，我顶多只能斜一点点，我没有办法做到斜非常大。这个东西这样子的视角是做不出来的。原来有这么多种 color map， 对啊对啊，看了那个人会觉得得到一种治愈的感觉。比如说这种暖色系的啊 ，autumn、winter， 这些看起来都看到一种平滑渐层的感觉，就很温馨。但常用的可能没有那么多种。常用的比如说 jet 就是在 color 在那个 depth 会用到，那 bone 的话是在那个 segmentation， 就是 segmentation 如果是1就是白色，然后0就是黑色。对，我刚才那个这个东西也是用那个 bone， 就是黑白这张图我也是用 bone 的这个 color map。那其他的话可能就没有太多常用的。对啊，单眼 mono depth 的话，要么就 magma， 要么就这个 plasma。对，然后刚才那个介绍的 turbo， 其他的话我比较少看到。现在是在读博班吗？不是，我现在是在工作，我也没有读过博班。但我觉得现在工作就除了学到很多东西之外，还有
自己也做很多研究，所以我现在没有特别想要读博班的欲望。你觉得在自动驾驶还有什么实用的场景吗？哦，你问的问题是 Nerf 的研究吗？ Nerf 应用到自动驾驶的场景吗？那你就是如果是训练出来的结果很好的话，你就可以用很多次吧。就是像我们刚才这个东西，这个它训练出来之后，它就是可以创造出很多不同方向的视角，就是可以增加很多训练资料。那自动驾驶还有什么？现在的话，我觉得应该，如果要应用的话，可能就是要把那个训练速度再加快很多。对，可能就是要用到那个 Instant NGP 那样子的方法。其实，如果要真的要用的话，应该也不是太难吧。就是目前的话 ，Instant NGP 还没有对应到，比如说 MIP-NERF 啊、NDC 这种的。但是我觉得要改可能也没有那么难，但是就是要会的人就可以改。改完之后训练这个应该就快很多。NERF 还有什么没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那我现在就是那个速度的问题啊，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个人觉得啦，就是这种比较细致的材质，可能还是没有办法很好的重建。比如说，你看这个地面，虽然你看起来这个颜色是大致上是对的，但是如果你再放大来看的话，其实这个地面呢，原本是有一格一格的那个砖头，但是那个一格一格的，你在重建出来之后，你看起来就是一片糊的，就是所有东西颜色都是一样，你看不到那个一格一格的。对，这种就是太细的部分，这个可能也跟那个 OMAP 重建出来的照相机位置有关啦，毕竟那个没有办法就是100%准确，那可能也因为那个有一点不太准，所以导致这种比较细致的地方它没有办法表现出来。Do you have PyTorch code? No, I know someone who wrote that. 我知道有一个人写了叫做 Torch NGP 的东西，但我没有试过，而且我不知道速度是怎么样，因为我们用 Instant NGP 主要就是看它就是飞快的速度，但我这个东西不知道它的速度是怎么样的，而且它有好多种不同的训练方法。这个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这个人写的 PyTorch 里面的 Instant NGP。CUDA is too hard。对啊，我现在也不能说在学，我在尝试能不能看懂，但是还是不行。我看了一下 NGP 的 code， 每个 camera 的 resolution， 每个 camera 呢原本是蛮大的，但是我把它缩小到1/4，要不然像素太多，训练不完。你知道吗？像素如果你边长用2倍，那你像素就变4倍，所以那训练时间就会变4倍。我这边已经是缩小的蛮多了。对，这个不是原本的大小，原本的大小比这个还更大。Your guitar is in dark mode。然后我比较习惯这个亮的颜。用CUDA真的变很快，对啊。刚刚还没有回答完。Bit rate， 你说的是 frame rate 吗 ？FPS 我有写在论文里面，对，我还没有给大家看论文，我忘了。但大部分的内容都讲完了啦，就给大家看图就好了。FPS 的话是30 FPS。还有什么有趣的图呢？对 ，Block Nerf 没有同时优化那个照相机位置的话，也是会变差。对，所以现在那种同时就是不用 Code Map， 只需要图片就可以同时既重建场景，又可以同时就是计算照相机位置的方法，现在也越来越多。看一下什么有趣的。
这边就是比较说各个不同的方法，他们训练出来的结果是怎样。那左边是 ground truth， 就是正确的结果。那我有试这个 neural scene flow fields， 这个结果还算是不错，虽然它只有用到一个照相机。对，那虽然它只有用到一个照相机，但它训练出来的结果还真的是蛮好的。那接下来是 nerve plus time， 那这个的话就是最简单，你就是在 nerve 的 input 里面加一个时间。但因为 nerve 本身只能训练静止的场景，所以如果有动态的话，它会强行把它当做静止的场景。所以如果你用那个 novel view 的话，它那个动态的物体看起来就会非常奇怪，就是像这样子。然后还有比较 nerve in the wild，nerve in the wild 的话，大部分的情况也是蛮好，但是就是有时候如果你这个移动物体太小的话，那它会倾向把它们当做背景。所以有时候 nerve in the wild 这边在重建一些小的动态物体的时候会失败。好，最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对，这边的话也是比较说各个方法它区分这个静态跟动态的效果是怎么样。那首先这边的话是 neural scene flow fields， 那 neural scene flow fields 的话，就是因为它没有明示的把静态跟动态区分开来，所以如果你硬要的话，那它区分出来的背景就会变得很奇怪。nerve in the wild 也是一样，就是有时候它会把动态的物体把它区分为静态，那看起来就会有一个奇怪的东西留在那里。那最右边的话是我提案的结果，就是它可以正确的把这个动态的物体以及它的影子就是正确的区分开来，然后背景看起来就是非常的正确，就是除了你把它去掉之外呢，你还可以看到它背后正确的场景。然后这个在另外的就是更复杂的场景当中也是一样的，就是刚才给大家看的这个骑自行车的人，那除了这些人啊自行车被区分出来之外呢，它造成的影子也可以正确的被区分出来。然后呢，把它把动态的东西去除掉之后，剩下的这个场景呢，看起来就非常的正确，就是可以看到这个人后面长什么样子。好，我看一下哦。Do you have some good experiences tricks？ 这个的话，但也要看你要做的是什么东西。如果你做的跟原本的 nerve 相差不远的话，因为我的话就是我已经有那个 nerve in the wild 跟 neural scene flow fields， 他们也是从原本的 nerve 再做一些修改就可以修改得到的。所以我觉得你只要你自己先实做一个，或者是你自己先看懂一个别人写的就是 nerve 的一个 code 的话，那接下来你要再做一些，比如说那个神经网络结构上的修改的话，我觉得就没有太困难。所以你首先看懂一个别人写的，或者你自己写这样子，然后再用那个 nerve base 去加以修改，我都是这样子。当然有很多研究没有办法这么简单，其实因为有很多研究不是从那个 nerve base 去加以修改，它是完全另外的方法。那个的话可能就每一个要特别去看，可能会比较花时间。那我的话，这些跟 nerve 比较相近的，我都自己先做一个 nerve 的，然后再把它去改。Instant NGP 我是已经看完了啦。人家说论文我已经看完了 ，code 看不懂，论文看懂就好。首先，好，那下面的话是刚才影片当中没有给大家看的其他的结果。那首先呢，最左边呢就是 novel view。这个 novel view 呢，我是把就是移动的物体全部都去掉。那比如说这个场景就是这些人都不见了。那原本的车子就是从这边往前开，所以这个的话算是正常的那个
原本的路线，我再把那个照相机往右移一点，然后让它往左看，这样子，那可以看到这样子的。然后中间的话则是正常的路，然后我把那个照相机正常的轨迹，我把照相机往左边移，然后让它照这个电线杆，然后还有另外的部分。好，这边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东西。等一下我不知道这个看不看得出来。好，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左下角这个地方，左下角这个地方这一边，这里是一家理发店。对，大家知道理发店前面会摆一个那个，我不知道那个怎么叫，理发师之柱，就是那个红色跟蓝色的那个线条，它们一直旋转那个东西，那个看起来可以无限的移动那样。那个东西在这里，那可以注意看一下，这里有一个理发师之柱，那边的那个红蓝的线条会一直移动。对，越来越接近，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东西，还有在一直移动。对，转的那个。好，那大家再回来看我这个背景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到那个线条已经不见了。这个呢，实际上是他把这个神经网络也正确的把那些红蓝的线条分类为移动的物体了。对，所以呢，如果你只渲染背景的话，那些红蓝的线条是不会出现的。它是每一帧都会在变，所以它是算是移动的物体。这也算是我一个算是比较搞笑的一个部分。好，然后这边的话，对，这边的话呢，就是因为我们成功的把背景跟移动的物体就是区分开来，所以我们可以做自由的组合。比如说呢，我用这边画给大家看好了。多角，对啊，就是实际上的用途应该就是多角度的，就是一些资料的生成。为什么擦不掉？好 ，OK。那这边画一个例子给大家看好了，比如说我今天自己的车子在这里好了，自己的车子我们会一直往前进嘛 ，OK， 我就画3个点好了。那这个点是 t 等于0，这个点是 t 等于1，这个点是 t 等于2。OK， 那同时呢，我们对面有一个，比如说有一个人，他也这样走过来。那这个是 t 等于0，这个是 t 等于1等于2。OK， 那今天因为我们把移动物体跟静止的物体区分开来，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人呢自由的摆放在任意一个时间点的位置。比如说呢，我可以在 t 等于2的这个时间点呢生成 t 等于0的这个人，我可以做到这样子的组合。原本的话是只有我t 等于0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人，那现在的话，因为我已经把这个人给分离出来了，所以我可以在 t 等于2的这个时间呢，也渲染出 t 等于0的这个人，或甚至呢相反的，我可以在 t 等于0的时候呢，渲染出 t 等于0、t 等于1、t 等于2这样子。那接下来给大家看的就是这个东西，我就是固定我的照相机，然后让其他的移动物体在那边移动。因为这个东西没有影片，只能给大家看一下连续的图片。好，那就是这一行。好，那我的照相机就固定在这个地方。那我们看到地上有一个30这个速线的标志，然后这个骑脚踏车的人呢，他会慢慢的朝我们移动。那正常来说，我们是没有办法固定在原地看到他朝我们
开过来，因为我们实际在取得资料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在往前开。但是在经过这个训练之后呢，因为我把这些移动物体都区分出来了，所以我就可以固定在原地，然后自由的操作这些移动的物体。好，那我现在就固定我自己在这个30的正前方，然后我们就可以看这个人骑自行车朝我们开过来。OK， 继续往下，他往前开了，那现在太阳照到他，然后他再继续往前开，这样子。对，我们就可以做到我这边叫做 Fixed View Change Time 啦，就是固定视角，然后移动时间。所以我们固定在同一个地方，然后让这个人动，就让场景当中的人物移动。好，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做到相反的事情，我们可以做到固定时间，移动视角。OK 吗？我们就可以把人物都固定在原地，就是时间静止，然后我们可以自由的在里面开车。那这边给大家看的就是这一行，给大家看的就是这个结果。那这些人呢，他原本是要往前走的，但我现在做了一个时间固定，那他们就被固定在原地，那只有我们慢慢的往前开，这样子。对，他们就是保持同样的动作，那我们车子呢，一步一步的往前开，这样子。好，那右边的话，这个场景也是做同样的事情。首先我们就是可视化，固定时间，不对，固定视角，然后移动时间。所以我们固定在这里，那这一台车呢，它会慢慢的离我们远去，那对面的车呢会往右下角这个地方开。OK， 那结果是这样子的。那最右边的话呢，则是就是固定时间，然后移动视角。所以我们这台车呢，它就被静止在原地，然后我们会慢慢的往前面开。对，那我们就会慢慢的接近它，越来越大这样。Caption 好像错了，等一下哦。Fixed View Change Time，Fixed Time Change View。真的，FCVT 这边写错了，没发现。应该是 FTCV， 没发现这里。感觉如果生成视频会除了自行车的人。骑自行车的人也会被禁止，就是这边的话是全部都禁止的状态。但我现在的话就是没有办法做到单独的每一个人去进行控制，就是我没有办法做到说我只让一个人走，其他人就是停止这样子，因为我是所有的物体我是把它当作同一个东西，对，只能大家一起静止或大家一起走。那如果要做到个别的控制的话呢，就是之前的话是有一个叫做 Neural Scene Graphs 这个方法。那这个方法的话呢就是每一个我记得这个有 project page， 它是利用 3D 的 bounding box。那 3D 的 bounding box 的话呢，就可以，就是每一个单独的那个 bounding box 它都可以独立的操作。它是把整个场景区分成很多个 bounding box， 那它每一个 bounding box 就可以单独的操作。比如说，它就可以做到。做到像这样子的事情，就是单独的，大家看一下下面这个部分，这边有点卡，它做到，对，这一台车呢，它就可以单独的放在那边，然后把它移动这样。Editable Nerve， 对，就是它可以现在的
有一部分就是在研究说如何操纵 Nerf 训练出来的场景。然后我记得还有最新出来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Synaptic Nerf 吗？之前在推特看到了。Synaptic Neural Fields， 这个的话，我记得也是每一个物体，它可以做到单独的操纵。对，对对对，就是像右边这边一样，它是每一个物体呢，它都可以单独的操纵。对，这个方法也跟刚刚的那个 Neural Scene Graph 还蛮像的，但又做到了更多种不同的应用。漂移，漂移 ，Co-Nerf 是什么 ？Controllable Neural Fields，Neural Radiance。哦，这个我也有看过，但我详细忘了。那它看起来其实它做到这种变形金刚的感觉，但如果仔细看的话，我感觉它还算是一种 hallucination， 感觉像是一种错觉。它其实没有很正确的在变形，它只是让你看起来有在变形，但实际上的构造可能不是。世界神人好多啊，对啊，这个领域是大家现在想不到要做什么啊，就做 Nerf 好了。做 Nerf 的话，就是大家都在做，而且可能因为这样就比较好通过那个论文的审查吧，我不知道。最近是有变少一点啦，我感觉，但是还是很多，听起来比较炫。Similar to Hyper Nerf， 对 Hyper Nerf 也，刚那个好像就是参考 Hyper。这个我之前在介绍 Nerf Friends，Nerf 跟他的好朋友们的时候有稍微讲过。好，但这个看起来就 Depth 就很正确。好，我现在有时间，我们刚才那个建新问的问题，就是同时重建照相机构造、照相机位置的，就是有这个 Nerf minus， 但这也算蛮久以前的 work 了。就是原本所有的照相机都初始化在同一个位置，你可以看这个原本 ours。所有的三角形都在同一个位置，那它会慢慢的就是收敛到正确的这个相对位置。然后刚才有讲另外两个，一个是 bundle adjusting， 就是类似那个 LAMP 里面用到的 bundle adjustment。那这个是 ICC， 而且还是 oral。然后他们就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法，他们的方法就是慢慢的把那个 positional encoding 那个 frequency 一个一个加上去，然后就可以实现那种 coerce to find 的这样子的一个训练。然后在前面那个 coerce 的阶段呢，你的这个照相机的位置呢，就会比那个 3D 的构造更快的收敛到正确的位置。然后等到收敛到正确位置之后，你再加 frequency 的话，你之后那个照相机就不太会动，反而是你的这个 3D 的构造会被训练出来，这样。好，那这些人呢，新提出的一个方法叫做这个 GARF， 当然不是同一批人，但是同一个老师 Simon Lucy， 他提出的 GARF， 他把那个 activation 改成 Gaussian。
之前直播也有给大家看过Gaussian activation， 达到比 ReLU 更好的效果，这样子，达到比 positional encoding 加 ReLU 更好的效果啊。还有把 BARF 的结果呢再更加的优化。那详细我没有仔细看，详细可能不只是改Gaussian activation 而已，还是只有改那个啊？如果只有改那个就可以发一篇论文哦，也太强了吧！似乎 intrinsic extrinsic 是吗？啊，对对对，上次那个 Kokoro 好像有说过，刚才那个 BARF 跟 GARF 是只有训练 extrinsic 的。对对对，对对对，没错。刚才那2篇是他们是知道相机内参是训练外参。医学不是医学，声学这一块才刚开始接触 ，DV 这一进展真的好快啊！声学就是重建1D 的那个声音嘛，但那个也不叫 nerve。nerve 应该只有 RGB 才会叫 nerve 吧，因为是 radiance fields。radiance 的意思就是每一个点它的辐射的程度，也就是那个颜色的程度。A code for NDC space 跟 NDC space 还是 real space 没关系那个 sample 的过程是一样的，就是不管你什么样，不管是 NDC 还是 real， 不管是 NDC 还是 real， 你最后场景都会变成一个-1到1的立方体，然后你在-1到1的立方体里面，就是会有 ray 经过。那你 ray 经过的话，就是放这个采样点，然后根据采样点它的 sigma， 你求出每一个点的 weight， 然后接下来比如说 weight 是长这样子的话，你就在 find 的时候在这边再多 sample 几个这样子。这边的话是跟 NDC 还是 real 没有？应该说开始导入类似概念。但之前其实这个东西就跟 FFT 很像吧，就是转换成很多个频率。但之前如果是就是只是用 positional encoding 的话，可能还看不出太大的端倪，就是这个东西跟 FFT 有什么样的关系。但是就是我之前介绍过的那个 Fourier Feature Network， 其实就开始跟这个 FFT 越来越像了。然后我现在最近在看的一篇论文，之后也跟大家介绍那个叫做 Bacon 这个东西，它是几乎就跟 FFT 一模一样，就是它把一整个神经网路呢看成是非常多个 sign 跟非常多个 sign 的那个线性组合，只是它把一个 x 呢，最后对应出来的那个 output， 它会是像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omega x 加上 phi， 对，就是所有的信号都可以用这样子的方法来表示出来。卷起来 ，Learning Neural Acoustic Field。我来查一下你说的。Neural Acoustic Fields， 像这种会有 Project Page 吗？还有 Official Code， 还有 Project Page。都不认识的人。Spatial Audio Prediction， 是 3D 的那个吗？
3D 的立体声这样子。就是在不同的点，你可以听到不同的立体声。我放声音给大家听听看。那应该是要就是体验一下，就是这个神经网络能不能正确的预测出来，你在每个位置听到的立体声是不是正确的？比如说这边是红色的，是说话的人，然后你的人是在绿色这个位置，然后蓝色是你的轨迹。然后我们听一次吧，我们听一次看，听出来是不是真正实际上在现实世界当中听到的那个感觉。好像没声音，是太小声了吗？我开大声一点。再播放一次。我们这个人从这里走到那里，那声音应该会越来越大声。0 or 1, and then manipulate those bits according to simple rules. Classical computers encode information as a series of bits, which can be either 0 or 1, and then manipulate. 至少声音的大小，但是应该是还蛮正确的。难道还有那个左右吗？真的有左右吗？我现在没有办法让你们听立体声，我们再听一个看看。Encode information as a series of bits, which can be either 0 or 1, and then manipulate those bits according to simple rules. Classical computers encode information as a series of bits, which can be either 0 or 1, and then manipulate. 但听起来还不错啊，就是它那个声音的大小至少应该是做对了。当声道我等下回去再听听看，我现在没有戴耳机。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听一下这个东西。如果能训练出在水中听到的声音，就更帅了。水中听到的声音，水中能听到太多声音吗？左右耳用不同的 latent 表示，在水里能听到太多声音吗？是不是只能听到水声啊？别人讲话你听得到吗？而且他这里念的东西好笑 series of bits。 好啦，那论文的话应该就没了。对啊，其实
还有另外一个影片，但是这里没有上传上来，就上传到这个的网站上，就是它可以，就是论文除了上传论文之外，它还可以上传 supplementary video， 就是附加一支影片，就可以更好的说明。因为像现在这种就是任意试点生成，就是结果就是一大堆图片，而且最好是用影片才能那个理解的。所以如果只是论文的话，你没有办法让那个审稿的人知道你的厉害，所以就需要做一支影片让他看到最后的结果这样子。那个的话跟刚才这一支介绍的影片又不太一样，但那个的话现在没有办法给大家看。今天到几点也不会到太晚吧，今天这个讲完应该就没了。今天主题是我自己的论文，我的其他研究之后再跟大家分享，就是刚才说的那个 bacon 这个东西。我想可以在游泳池周遭呐喊哦，我以为是在水中呐喊，水中应该没有人可以说话吧？在水里可以说话吗？那时候嘴巴张开，你就会吸进一大堆水。像这种海豚啊、鲸鱼都不是用说话的方式，它是用头部发出声音。可以吐泡泡，吐泡泡应该也听不到声音。不。好，看一下论文里面还有什么重要的，那应该也没有了。剩下图片也给大家看完了。对啊，这种论文的话，大部分就是我投稿的话，目前为止就是长度就是6页而已，就是你内容一定要塞在6页里面，就是超过6页就直接 reject， 直接都不给你审稿，直接退货。对，然后6页的内文，然后再加上就是任意长度的这个 reference， 任意长度的引用。CVPR 好像没有这个限制。对啊，然后像我们这种图片又多的，你看我最后一页就全部都是图片，那你图片的大小就只能放比较小，然后你的字原本我超过蛮多的，超过1页吧，然后又要把，因为我那时候写了蛮多那个细节，就是 implementation， 因为我做 code 也算是比较有经验，所以我把一些可能比较重要一些小技巧啦，比如说这个地方要怎么写之类的，那个参数要怎么设，我都把它写上去。那写上去就超过了，那我只能把它删掉。CVPR 8页，8页正文那很多。作论写了30几页，作论应该要更长吧？不是吗？我忘记我的作论几页了。但我那时候也是在烦恼页数不够多。但是在这种写论文、写真正的论文之后，就会发现页数怎么不够，就是我还需要写更多，但却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写。现在才体会到页数的珍贵。有些学会的话，它是可以加钱的，就是多1页你就多付$100，你就可以多1页。但我这个 iCRA 不行，之前投稿 IV Intelligent Vehicles。之前投稿这个东西，然后它是可以加页数的，就是原本一样是6页，那你多付$100就可以多加1页，最多加到8页这样。一堆 paper 漏东漏西，对啊，有时候就是没有办法写太多细节，只能写个大概，那你就没有办法重写。但也有些是真的哈。说不定就是真的没办法，他可能用到一些就是只有他才知道的方法。
等草莓硕论90几页，这么多，太强了吧？通通放到 appendix。这个没有 appendix。但我有看到，就比如说我现在在看这个 Bacon， 它的 appendix 超长的，那论文有42页，那它本文呢只有8页，然后剩下这边开始，从第12页到第42页，全部都是附录，超级长，有很多图片，还有很多数学的证明。不知道这个是投稿到哪里？还有写吗？90几号愿意称你的大哥哥。这个也是 CVPR。CVPR 就可以一大堆附。supplemental materials。对，但是就是说可以，就是 Robin 说你可以把一些图片放到 supplement 里面，是可以没错，但他那个那个学会的官方网站也有说，就是那个附录，就是附录呢是那个审稿人不一定会看的，我也不知道他们实际上到底会不会去看，但是就是还是会怕说，比如说你把重要的放在那里，那如果他没看到，就直接就觉得你的论文没什么好的，就害怕这种事情，所以还是把一些重要的图片放在内文。When will your paper available online？ 对，这个的话我不知道iCRA 好像没有，好像不会公开，可能你要登录到他的网站里，就是我刚才那个 Infovaya。反正现在这种他的参加是免费的，就是线上参加是免费的，所以如果你就是线上登录的话，应该是可以看到我的论文的，然后还有看到其他人的论文，就是所有参加 iCRA 的人。但是呢，应该就只能在这里，因为我们之前的公司就是没有放到 archive 的习惯。对，就是公司你要发表论文的话，要很多手续，你要跟公司申请说你要发表什么什么东西，然后要发表到什么什么地方，然后要有人同意才可以。那你要发表到学会又要一个申请，要发表到 archive 又要一个申请，就觉得很麻烦。而且发表到学会是算是什么比较正当的嘛？因为就是你有一个理由，就是你可以跟其他在这个领域的专家交流，但是你发到 archive 你就没有任何理由。然后上面的人问说：“你发到那里有什么用吗？对我们公司有什么好处吗？”但你回答不出来，你只能回答说：“对我自己有好处，我的知名度会上升，但公司没有好处。”那种的话，说不定就不会通过。对啊，我在之前的那个企业还是比较传统一点。那如果是专门研究的那种机构，可能就不会太管你想要发到哪就发到哪。可能要明天。好 ，Hello 吴吉峰，你好。好，你明天边看论文边看我的直播补档。Bacon 是 CVPR Oral。真的哦，但我觉得它的内容也算是蛮厉害。我今天跟昨天就一直在实验它的内容，总算是把它的东西算是做出来了。因为我在比较它跟它上一个之前的论文的差别在哪。做了好久的实验，有机会做成专利吗？但要实际应用的话，还有很长的路，我只能这么说。我喜欢 open source， 那他就会说，那你回家自己写一篇论文，自己去发表。在公司的上班时间做的事，全部都是公司的财产。我要打破学术道路的一切阻碍。对啊，然后我现在也是边上班边做我自己的研究，因为我现在在做的这个 Coordinate Networks
这个东西跟公司的内容目前是没有直接的相关啦，但我是相信说未来会有相关，所以我现在多学一点也不会有损失。而且我现在上班比较自由，所以时间都自己安排就好。至于 PhD 的话，再看看吧，但也不一定，因为我也不年轻了，说实在的。安安 ，Hello， PhD Azure， 等一下，等一下，你的名称是指你现在正在 Azure 工作的意思吗 ？Azure 的 PhD。Microsoft Azure， 我知道有很多那个在写那个 Multi-View Stereo 的研究者是在这里工作的，比如说那个之前看的那个瑶瑶，他是 NVSnet 的创始人，他是在那里工作啊。哦 ，Altiger， 但这个是 Microsoft 的。是吗？还是只是名字很像？但反正已经没了。他现在跑到 Apple 去了。哦，静云要读 PhD 吗？哦。你的声音很年轻，我的声音还算比较高的，听起来应该比较年轻。他没有写之前的工作。没有哦，你跟 Microsoft 没关系，你看 PhD 无缘。好。但你的名字就让我想到这两个东西。My parents always said marry first。也是啊，如果你到一定年纪了，就是他们可能会着急要结婚，要你结。对啊，我也应该是要结婚的年纪，所以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读个 PhD。但是我觉得现在我这样研究也蛮开心的，不一定要读 PhD。那读 PhD 的好处就是有一个教授，专门指导你，然后可能就是有一些研究室，它有一些资源，就是有时候有那个 GPU 的那个计算器，你就可以用。That should be a startup company。你说你说哪一个？我记得那个 Altiger 是 Microsoft， 是吗？哦，不是好吧，不一样的东西，我把它跟 Azure 搞混了。但反正现在这个公司已经不复存在，好像1年多前倒闭了。就是网络上可以重建3D 点云的。然后对啊，然后刚才给大家看那个瑶瑶，就是我之前在研究 NVS 的时候，就是跟他有一些联系的研究者。个人研究者比较容易孤单，想找人讨论很难。对，那就是我现在要讨论，就是会上别人的 GitHub 去发 issue 这样子，但是他也不一定会回我，可能就最多只能做到这样子。有没有什么讨论是可以一起讨论 Nerf 的？我不知道说实在的。我之前在我们公司的时候也是只有我自己在做而已，有跟其他的人一起，但是也比较少讨论，所以我不知道有哪里可以讨论的大家有什么 Nerf 的讨论区吗？那茶会有吗 ？Nerf 讨论区，但 Nerf 是一个，我之前查的时候也是
一直查到这个玩具枪，这个东西也叫 Nerf。所以如果你只打 Nerf， 应该出现玩具枪最多。我没有 Discord 为什么没有开呢？是因为我想做自己的事情比较多。如果我开的话，肯定有一堆问题，但我不想花太多时间在回答问题，所以我就没有开了。discuss， 都是这种东西啦，都是讨论玩具枪的，还会查到英雄联盟。好吧，我不知道哪里可以讨论Can we establish a Discord session? 只有中国的会有吗？好吧，现在好像查不太到，我不知道要去哪里找。BGM 是东方的啊，对，没错，这个是不死之烟。社群总是麻烦，对，就因为我开了的话，我就要一直去回答问题，但我现在比较想专注在自己的研究。有问题的话，我就直播的话简短回答，或者是你可以发 email 给我。但如果是那种比较长的问题的话，可能你要跟我另外约一些时间。那我也是有，对，就最近有一个人找我就是咨询，他也跟我约了一段时间，那都玩具枪。哦，那 CV Bird 他说有一个 group， 有一个微信群是在讨论的，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CV Bird， 我觉得大家都会很想要加入。那个人就是我 ，Discord 炸起来。对啊，大家有兴趣问一下 CV Bird， 还是可以发在这里吗 ？Bird 有念 Planoxo， 我没有太纪念但我知道这个东西，就是他把里面的就是 neural 把那个 MLP 都去掉，它是在每一个点，就是每一个 3D 的点，就是他把它切分成很多个，就是 voxel， 不太会画，把一个 3D 的所有的空间呢切分成很多个小的体数，然后每个体数有8个顶点，那这8个顶点呢都会有一个特征量 F1 到 F8， 那里面的点呢它就是由这8个点呢去做一个就是内差，比如说最中间那个点就是8分之这些 F1 加到 F8， 然后它再把这个东西呢去预测出那个点的那个就是 spherical harmonics， 反正就是预测出颜色这样。晚安，晚安 ，S 晚安。好，今天辛苦你了。这篇我有印象，然后最近又出了一个叫什么 ReLU Fields，ReLU Fields， 这个也是一样，就是它的想法也是一样，它不是用那个 spherical harmonics， 但是它的那个内差的想法也是一样，它就是每一个体数呢8个顶点有一个向量，然后呢它在每一个点呢它是把那个8个向量就是内差之后做一个 ReLU， 然后用这个 ReLU 去就是进行 volume rendering， 然后就可以得到很好的结果，但也没有很好，其实还不错的结果，也跟 Nerf 差一点点，也算蛮好的吼。
对啊，但我的感想是，这种的话，它还是必须要像这种 regular， 就是你确定所有的物体都在这个里面，用这种就可以。但像更大的场景，就没有办法把整个东西压缩到这么小的一个 cube 里。还是觉得在这个部分呢，用那个 instant NGP 的那种 hashing 的方法，算是之后可能一个比较 promising 方向。而且那个 hash encoding 那个东西已经开源了，我之后可能会尝试用看那个。第一次看直播，之前是看无限指数塔的证明，超久以前了，那时候无聊到开始直播数学。那数学在这个领域也算是蛮重要的啦，要看懂一些证明。I know how to invite you. 哦，不知道欸，你这里不能发吗？聊天室。哦，只能 share QR code。QR code 如何在这里分享？还是你有那个群组的名称有吗？好 ，Hello Legal， 来晚了，晚点回去重看。好。对，下一次介绍的话，应该就 Instant NGP 吧。我差点又忘了，我差点又要开始说我自己的雷坑了。对，下一次应该就 Instant NGP 了。那我们就下礼拜吧，下礼拜好了。对啊，其实能看到他的名字就想到，就是这个 Alex Yu， 反正就他在发这些论文的时候，就是 PlanAxle， 还有之前他的那个 PlanAxTree， 他是先发 PlanAxTree， 再发 PlanAxle， 然后呢，他发表的时候都还只是大学生而已，然后他现在毕业了，他没有念硕士，然后他就直接去工作，然后他之前就打电话找我，他问我要不要去他的公司工作。但不知道反正我现在已经有现在工作，而且他在美国，我现在要抛弃一切去美国好像也不太实际，因为我在这边还是有一些期，所以我就没有去。好，嘉欣发了13 NGB 的论文阅读，好，你可以顺便宣传一下你的那个影片的名称。我之后也会读，太神了吧！但就我现在已经年纪不小，而且有一些东西没有办法抛弃。如果年轻的时候，说不定有可能去因为我真的小时候去过美国，但是很小的时候，父母在美国工作一阵子，然后把我们带去，然后但长大就是很小的时候去，然后马上又回台湾了。所以就完全没有在美国的记忆。那有记忆之后就没有去过美国。挖脚挖起来，他应该也不知道吧？他就问问看这样子。那美国是薪水应该算蛮高的，如果真的可以去到的话。有人是在美国的吗？还是大家都在台湾，在中国？然后 Noli 在美国，还有人在美国的吗？在瑞典，哇哦，德加在美国吗？Josie 在瑞典。Robin 也在日本，
疾风在台湾混饭，也不至于混饭吧？每个职业都是不可或缺的。下半年要去英国，我现在已经就是不害怕那个了嘛，不害怕肺炎了嘛。我感觉日本的还是还蛮怕的，就是像什么要到外面去出差啊，或者是像我们要去参加学会都是被禁止的，即使这种短期的也解封了，哦，不错哦。但台湾现在不是很严重嘛？ I finally find a QR code。好，但是你要怎么分享啊？还是你可以贴在哪里，然后把那个连？大陆更近，对啊，大陆就是小区都会封城，然后要一直 PCR 检查，每天都要检查，超惨的。还好我们这边没有那种。台湾案例超多，每天去公司只有我跟另一位同事。你们还要去公司哦？不是从那个很多人爆发之后就不用去？我们日本已经在家工作超久了，应该有2年多了，2年多一点点，就都是在家工作。就除了有一些时候一定要去的，才要去。你也想 work from？ 那 CV Burn 你是有贴一个连结吗？聊天室应该是不能贴连结，可以跟我讲那个连结，或者是你把那些点啊、.com 都去掉。聊天室不能贴连结，你贴的话会被系统自动删除。你也想 work from home， 但上头不准哦，所以你们公司每个人都去。Awesome Learning MVS。那个吗？哦，在这里，看到了。我把这个贴给大家，应该是下面这个 MVS Nerf 交流，在家念硕士不错啊。在家念硕士的话，如果可以正常连到学校，那就是很方便。然后我已经贴上来了，大家就拉到最下面就有那个 QR code。在家念硕士，我有一个朋友他在英国念硕士，然后那个时候还没有爆发，那爆发之后他就回台湾了，然后所以他就在台湾念英国的硕士，笑死。然后爆发他回台湾之后就没再回去，他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好像第4年了。不对，他是第5年嘞，他是应该要毕业啦。Awesome MVS， 帮你 star 一下，放在我的 Multiview Stereo。现在没有哦，他是念博士，我刚刚念硕士嘛，他是念博士。对，我是英国念硕士，就念1年，超快。现在这个 GitHub Star 它可以加一个 list， 可以把它分类了。要不然之前都是一整串，然后你要找你之前 Star 又要找超久。现在大家可以善用这个好功能，可以建立一个 list。回去也算幸运的哦，回来的费用要10万，超贵的。Oxford 大佬，远端博士要怎么解决时差？说的有道理耶，我不知道哎，跟那边差9个小时，我不知道他怎么办的。
我以前是啊，我以前是，但已经读完很久了。我现在也工作很久了，那些日子已经对我来说遥不可及。搭7小时，好。台湾远端2年，今年还是去了。被教授说嘛，被教授说你再不回来，不给你过了。这样。BGG Group 没有，不是，就我们硕士也没有 Group， 说真的。我记得我们那时候硕士就是上半年课嘛，然后半年之后会有要你选，就是你硕论要做什么东西，然后你就那个时候就好像就各自找教授。那找教授，我找了一个，不知道他现在还在不在，叫做这个名字。他现在还在。反正我找这个教授，然后那时候好像也没有参加什么 group， 就每个礼拜跟他 meeting 一下这样子而已。然后我的同学好像也没有其他人是跟他一起做，所以就我跟他2个人。好像他有其他博士生，但我也不太熟。豆腐夜出。豆腐夜出应该也不至于啦，应该就是很晚睡觉，然后很早起来，这样子应该可以重复到。工作还发论文，但我的工作算是研究性的，所以发论文也没有太稀奇，因为我还有认识就是其他，就是之前公司，就是他们有另外一个子公司是专门负责研究的啊，那一群人就是他们的工作就是发论文。但也不止啊，有时候要帮忙一些就是应用上面的事情，就是把论文的结果套用在实际上。但他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研究，那他们的工作就是到处发论文。要去实习了，要暂停 Nerf 的学习了。好啊，那你实习不会用到 Nerf 吗？可以找一个用 Nerf 的主题，然后你就可以发挥你的诗。Oxford 猛Oxford 不错那边的街道我还蛮喜欢的。但是伦敦也不错，说实在的，虽然很少去，但是去的时候都到处玩。伦敦就是他们的大学，好的大学都在市中心，然后旁边就是博物馆，比如说那个什么叫什么啊？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这个东西，这个学院就是很好，然后它旁边就是博物馆，之前就有去参观。是这个吗？还是另外一个啊？伦敦帝国啦 ，Imperial College， 我把名字记反了。Imperial College 就是那个 David Silver， 那个 DeepMind 的那个开发 AlphaGo 的一个人开的大学。没有什么去英国念书的建议。英国念书的建议，要多带一点台湾的吃的，多带一点好吃的东西去。我不知道你那边外国人多不多我之前很牛津就是外国人很多，所以就是用英文其实说的很烂也没什么关系。大家都有奇怪的口音，正常。去自动驾驶公司那自动驾驶要找 Nerf 的应用所以你刚才就问我这个。原来如此。那自动驾驶的话用 Nerf， 我不知道能不能说，就还有刚才就是除了那个自动生成同一个视角的不同的同一个场景的不同视角之外呢，我们那时候还有在想说，因为不是这个东西我们可以把就是物体任意的去除，然后任意的组合嘛，那我们就在想说能不能在里面再加入新的东西，就比如说我把
对，比如说这里好了。对，这里原本有人嘛，那我把人去掉之后，我能不能在中间，比如说我在这里放一台车，然后那放一台车的话，当然你上网找那种3D 的模型是很常见的，但是你放进来之后会看起来很不自然，因为一看就知道那个东西是假的。那就是我们之前有想说，能不能就是这种车子，我们也用一个 Nerf 的模型去，就是拍一台真正的车子，然后用 Nerf 去重建这台车子，然后把它加入到我们现有的场景里面来。然后这样子的话，它看起来就会很真。那个的话，可能就可以用到，就是那种 meta learning， 因为你就是重建很多台车，你就可以，比如说训练一个就是很好的初始化方式，那个初始化方式就可以很快的收敛到各种不同的车子这样子。这个的方法也有在那个刚才介绍的这个 Synaptic Nerve 里面 ，Synaptic Neural Fields 里面说到，就是他们的车子呢是用一个就是 general 的一个车子，然后让它慢慢的就是收敛到各种不同的车。Hello，Yellow 你好，大佬在哪里做研究？我现在在 Line， 但我现在做的研究跟这个 Nerf 没有什么关系，这个算是我之前工作的结果，然后那个兴趣一直延续到现在，所以我还有在就是调查各种不同的方法。那我实际公司的研究的话，又是另外的东西，不方便说是什么，可能之后可以介绍一下相关的东西，但跟 Nerf 没有。那边买不到吗？买不到啊，买不到啊，台湾的东西欸，没有台湾商店的，都是靠家人寄。自动驾驶用 PCL， 都用 Point Cloud 的意思吗？比较常见也不一定啦，要看你在哪一家公司。现在就很多都是就是主打纯视觉，就是把那种 Point Cloud 的就完全去除掉，可能也没有完全啦，但可能就是那种很便宜的性能没有那么好的，比如说还有那种 LiDAR 就是16线的那一种，就是只是用来做冗长性的，就是有什么照相机坏掉的时候，可以最后逼不得已用那个这样子。但现在有很多就是，比如说特斯拉，就是主打就是只需要照相机就可以自动驾驶的。那我们之前的公司是有没错啦，是有在用 Point Cloud， 所以那时候也有接触过一些 Point Cloud 的 detection。但我后来也没有在研究，是别的组员在研究。Point Cloud 除了 detection 之外啊，还有 segmentation， 稍微知道一下用到的技术这样子。哦 ，Cambridge 好美 ，Oxford 感觉比较严肃，是吗？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耶，可能是因为不知道，但是 Oxford 也有哦，但的确 Cambridge 里面的那个市中心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我有去逛过，就是我记得那市中心有一些商场，那边的话，我的确感觉好像机能性比较高一点，也大家感觉比较有亲和力。牛津的话好像没有这种。日本爱买，亚洲超市至少牛津没有，印象中没有去买过。那时候去的超市叫什么啊？我忘记了。我现在只能靠地图来回想了。我记得在这个是我住的地方，但我相信你们没有发现的。
Tesco 啊，对啊 ，Tesco 啦，想起来了，英国超市就 Tesco，那时候就 Tesco 买而已，没有到其他的超市。公司让我做 Slam， 哦 ，Slam 的话我也没有做过，不太知道但用 Nerf 说不定也可以，也有一些 Nerf 套用在那个 Slam 的方式，就是好像没有详细讲过，叫 IMAP。Implicit Mapping 这个东西也是用 Nerf 实时的重建一个比较粗糙的那个3D 场景吧，然后呢，再用这个东西来做 Slam 这样。出现机器人了，出现机器人了。告诉我这样会不会有事啊？好，那把这些先删掉，我放在那个上面，不知道会不会有事。看一下哦，英国亚超觉得比其他欧洲国家好。牛津有吗？叫什么 Chinese Supermarket？ 但这些都不算，这些超小的。有一些中餐啦，但是应该不是超市。这个有一点用4D 成像雷达，4D 成像雷达指的是 RGB， 有这种东西吗？4D 成像雷达。然后我现在不知道你在说的是哪一个东西。毫米波雷达。4D 成像，这个我没有看过有图片吗？光看字我没办法想象是怎样的一个东西。你说了一个我没有看过的东西，有图片吗？我是找不到图片，这个算是吗？高分辨率，这样子的吗？但这跟雷达有什么关系吗？雷达有什么差别吗？要被车了吗？不知道我没有放头图。虽然说它的头图只是一个爱心的笑脸，但它的名字还蛮不好的。但没有 child 还好，就是有 child 的比较容易被封，有小孩的。伦敦学生套房好贵。说的 Queen Mary 是在伦敦吗？
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 玛丽王后学院。哦，伦敦塔桥是在这，伦敦塔在这，塔桥在旁边。啊，生活费是比较贵的，没错。这学费也是比较贵，即使只有1年，但1年的学费超贵，因为外国人跟英国人学费就不一样，外国人收的更贵。Tesco 超赞 ，Tesco 有那个卡片可以用，但我好像从来没有换过里面的钱，我都是去结账之后刷一下那个卡，不知道可以干嘛。一周就要超过200英镑，学校不能哦，学校提供的宿舍，我忘记我那时候住宿费多少了。一周200英镑，一个月800，一个月800，哇！有个比较大的不同是，4D 成像雷达有更多天线，相比一般的毫米波雷达，极度比较好，所以可以用 point cloud 来成像。哦，你说用刚才侦测到的那一个东西来成像，成像的意思是？成像的意思是，就是点比较多的意思吗？哦，了解了，我了解了，就是升级版的雷达，然后它的密度比较高，这样子。雷达的话是点很少，但这个的话点是看起来比较多。然后，所以这样子是跟雷达一样便宜，但是又点那个密度又高，所以可以之后有望取代激光雷达，是这样子的意思。就因为 LiDAR 现在的难题就是太贵了，一台64线就要1000万，那没办法搭载在自动驾驶车上面。因为你搭载在上面，就一台车它的价值就1000万以上，那你如果坏掉，又要花好多钱。基本上就是拿来取代 LiDAR 的哦。但我不知道这样子的话，应该还是要搭配照相机吧，要不然光靠这个能侦测出是车，我觉得也蛮强的。看起来就跟其他东西差不多啊。还是它有什么？它这个颜色是实际它有那个嘛 intensity， 就是反射强度。对，平角速度哦，有速度。那有速度的话，可能可以用这个来判断出是不是就是移动的物体是不是车。如果只有点的话，就是不行，就你没有办法知道它是车还是就是墙壁。可以看到前车。哦，那说不定，但是不是才刚开始啊？也没有刚开始，2021，经过1年了。那说不定现在之后华为又要出一些论文来说这个东西，但我不知道，因为我们没有在研究这个东西。而且我们之前的组也没有研究雷达，就只有研究 LiDAR 而已。请问这样4D 雷达有高度资讯吗？有啊，就是每一个点都有高度啊，就跟激光雷达一样的。
就每一个点它是3D 的，有 XYZ， 所以你就是有高度的。这2年比较多。哦。好，刚才的这个 acoustic field， 它是有2个人，然后每一个人取出特征。它是有 ground truth， 然后去跟 ground truth 做比较这样。论文已经分享完了，对，来晚了 ，Hello， 永鹏已经说完了。对，你之后可能要看一下重播。重播的话，反正直播结束或现在就可以看，然后等到明天的话会出现在我的频道里面。好 ，OK， 那今天的话应该就说到这里，已经说的比我想象中长很久。我原本想说只要讲一下就好了，没想到讲了3个小时，好久的。对，那之后的话，下礼拜，下礼拜，对，这礼拜应该就剩下几天都休息或做我的研究。那下礼拜的话，找一天来讲解一下那个 Instant NGP， 就很久以前就有人来推我来讲这个论文。那我之前又因为在学 SDF 嘛，又把那篇论文再重新看了一次，然后就加深了一下了解，所以下礼拜的话，可能就找一天来讲解那个Instant NGP， 对，套用在 SDF 啊，然后那个 Nerve 上面的这个应用。然后除此之外呢，我现在在研究的这个 Bacon， 就是之前的那个 Coordinate MLP 的延伸，我现在也在实作告一段落了啦。就这个东西，我也是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对比之前我们是学那个高线 activation， 它是用更接近那个 Fourier transform 的方法，把所有的讯号当做 Fourier transform 的这个线性组合，就是 sin 的线性组合，去训练。对，这个的话应该就讲完Instant NGP 之后，再花另外一天，就是給大家讲一下论文，然后有时间的话再讲 code 啦，这样。然后之后就会开始再进行学习 F 这样。突然发现书签好有文艺气息，之前看的李清照，陈超子，我之前也有直播读日文，但我现在比较专心在研究，就没有。好，那今天的直播就先到这边，谢谢大家的参与。那之后如果还有幸可以发表论文的话，我们再开一个直播。现在刚进这家公司，应该是没有那么快。对，好，诚意感谢分享，谢谢你来看我哦。灯草棉辛苦了，辛苦了 ，Mike， 拜拜。风都辛苦了，你也是。疾风晚安，拜拜。钟启明 ，Hello， 感谢分享。Okoro， 谢谢分享，辛苦了，你也是辛苦了，大家都辛苦了。韩耀明 ，Hello， 辛苦啦。Robin， お疲れ様。静宇晚安晚安。好，永鹏，拜拜晚安，谢谢大家来参与，今天超级多人。没想到自己发表论文就有这么多人来看，那我讲别人论文也是蛮多的啦，但今天特别多。瑞奇，谢谢谢谢。Red， 晚安晚安。好，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为止咯，那我们下次再见。下周的行程会再发在推特跟我的 YouTube 的频道上面。那今天就晚安咯，拜拜。